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姜老师，我是姜老师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4年的姜老师疗愈爱用小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应该是种类相当的繁多。那每一个东西都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真的喜欢，然后也希望对大家来说是有帮助的。首先来第一个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知道我前一阵子开刀这件事情。开刀完了之后就是有一个伤口，护理师就跟我讲说，你一定要好好保养，因为如果你是会蟹足肿的体质，你就要贴那个什么有一点像人工皮的那种东西，它可以让你比较不要增生出来。你知道痒到爆，一定很多妈妈，如果你是剖腹产的，或者是你曾经开刀过，你有伤口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试用了很多我家里原本就有的乳液来保养我的肚子，让它不要这么痒。我告诉你都没用，直到我用到这一个，这是我之前在 iHerb 上面买的，它叫做有机蓖麻油，只有它可以舒缓我的那个肚皮痒的问题。但是你一定要在你洗完澡的时候就马上擦它。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是属于类似像这样的状况，你不妨试试看这个，因为反正它在 iHerb 上面买才173，超便宜，它也有大罐的。那它这个蓖麻油，它的纯度是100%，然后你就是可以用在你身体上。可是我有试过，我擦一般的肌肤，不是我肚皮这一块的话呢，就是我会长痘痘。超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每天用量需要的超级少。它这个油呢，就是非常浓烈的那种，是浓到它有一点难推开，它会完整的扒在你的肌肤上。我觉得针对这个止痒的效果是极度好。如果所以你是极度干燥的，可以试试看这个蓖麻油。第二个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美肤仪。最近这几年，美肤仪这个东西是超级火红。其实我之前对美肤仪这个东西没有很有兴趣，是因为我常常去给化妆师化妆，他们也是会说啊，姜老师，我帮你导入，它有点像好像早上有点水肿，我就觉得超不舒服，因为那个有电流感，然后有的时候也是会觉得效果弄完没那么显著，所以以前我并没有想要购入，直到这个 Zip Halo 美肤仪，光是用第一次而已，我就马上跟我经纪人讲说，真的很有感，真的那个感觉差超多，就是在上妆前你会觉得线条，你就觉得有比较紧致，然后妆比较贴之外，甚至你用了2周，你就感觉变白。好啦，我现在来跟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使用。当你购入这个美肤仪的时候，整盒里面就是会有美肤仪跟着导入凝胶，它有2个这样子的头，它比一般只有单头的那种，我觉得效率好很多。原本他们只有出银色的，但他们后来出了玫瑰金的，也非常有质感。我们直接在脸上测试给大家看，告诉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他们的凝胶，这样子协同使用的时候，它们的效果是加成。大家一定会想说，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保养品这样导入吗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打妹，因为呢，他们的这个凝胶延展性是极好，真的很好的那种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12分钟的按摩，你全程就使用他们的凝胶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的整个导入的效果是最好的。但如果用一般的保养品推到一半，你就觉得干掉，你就会过度拉扯你的肌肤。那他们家随这个机身附赠的是这一罐凝胶，如果这2罐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购入。白色瓶身银色字的这个呢是保湿款，金色这个是抗老款。这2罐的质地也有一些不一样。它这个其实使用非常简单，如果你超级懒，不想要搭配手机的任何的 APP 做使用也没关系，你只要直接开机，它就是紧致模式。紧致模式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，因为只要4分钟，一边连2分钟，另外一边连2分钟，就整个超级明显的不一样了。那另外一种创始人最爱这个模式呢是10分钟，它强度只有1，所以就等于说在睡前你给自己一个很疗愈的me time，10分钟就帮自己做一个导入。长期使用下来，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皮肤变白，然后斑也变淡，重点是精神看起来很好，因为你会有整个一个提升的感觉，是连身旁的人都会觉得你最近变漂亮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做了什么，我就是拥有了 Zip Halo。那他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正在黑5折扣，然后打的折扣是8折，超有感。大家如果对于这个美肤仪观望需求，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，非常值得入手，你一定会有感，真的跟你保证。刚刚讲完第一个是超级便宜的这个油嘛，再来讲一个超级贵的保养品，是我此生用过最贵的保养品。这个是海洋拉娜的创世纪原精逆时精粹，它里面竟然有添加24K 金，这个就是我人生用过的精华液天花板。它的质地好吸收之外，你会想说问说，那这个精华液它的针对什么样子的功效呢？我告诉你，全方位，就是无论你是关于皱纹上面的啦、美白上面的啦，或者是你的肌肤不稳定的状况啦，都会得到提升。全方位的一个精华液就是这一罐，可是它的价格接近3万元台币，但是真的很好用。
这个是给有预算的朋友，或是你已经到了像姜老师这种熟龄机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体验看看了，好吗？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，有够强大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Feetway 的纯动，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非常非常红，然后它是韩国的品牌嘛，然后也不是特别难入手，因为它 CP 值很高，价格不是很贵。但是这颗颜色我真的要推荐大家，它叫做 CR01 Dear， 它的颜色真的好漂亮，它是一种雾感的，然后每次擦上去你就觉得自己变得很温柔之外，很年轻，因为这个颜色呢很显白。我建议大家也可以买它这个唇笔一起使用，我买的是毛刷的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是像海绵的那种质感，但我自己是买毛刷，我觉得很好用，它里面是像果冻质地这样。自从买了它以后啊，我每天都一定要带它出门。我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衣服啊，或是什么样子的妆容，我觉得搭这个唇色都是很 OK 的。然后就上了之后就显年轻。再来呢，头发，这个头发也很厉害，这个叫做 Reborn， 它是免冲洗护发。它的用法很神奇，就是你在使用它的那一次洗发，你只要洗发精洗完之后，不要用任何的护发产品哦。然后呢，你就洗完头就这样结束。在吹头发之前呢，使用它插在发中发尾，但是不要挤太多，因为它的护发效果很强大，它要停留在头发上面4分钟，不要一涂上去然后马上就吹头发哦。你如果第一次使用，你会吓到，因为原本如果头发很干的朋友，而且或者是洗完头发没有护发的朋友就直接吹干，你可能就会变成稻草头，或者是看起来很没有光泽，但它真的不会。推荐大家这个 Reborn， 因为蛮少人知道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自己一个口袋名单。再来呢是书类的、纸类的相关，这2个笔记本我一直很想跟大家推荐，已经很久了。它叫做护照笔记本。这个护照笔记本它的品牌 Hitotoki， 那这个为什么我喜欢？除了是因为它是方眼的这种内部的这个格子，它每一页都有那个虚线，你可以把它撕下来。再来是它也可以平铺使用，纸质也非常非常的好。它的厚薄度我也很喜欢。它叫护照笔记本，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护照大小的感觉，它很轻薄，所以等于说我在阅读的同时，如果我想写什么金句，这个本子我是可以随身携带在身上的。那为什么要写起来呢？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健忘的人，很多时候有很重要的一些概念，我们可能也是会忘记的。所以就如果把它写下来之后，我只要忘记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打开这个笔记本。如果我觉得现在心情比较不平稳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来看一下这些句子，想想这些很有智慧的话，就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、放心，或者是稍微好过一点这样。再来推荐大家这个叫做 One Line a Day， 这个是一个日记本。那这个日记本是一个5年的日记本，它每一页呢就是有5个格子，这样子每一个是1年。它这里让你写20几几年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是因为这个东西等于记录了你这5年来的各种成长，或是你的各种心情，而且是一个短短的句子，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。我自己就是写日记的习惯是从小就累积起来的，不过呢，长大之后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写，然后就会觉得说还是很想要把自己的心情快速的记录下来，然后就觉得这个笔记本可以让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一些人生。这样，这2024年的3月27号，这个到时候就看看明年3月27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个是5年的一个笔记本，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是我在成品买的，然后这本不便宜，760块，但我知道也有出好像是中文版本的。那这个是美国出的，它旁边非常精装，非常漂亮，是做一个烫金的这个处理。上面这个封面呢是一个软木塞，然后搭配金色的字，很有质感。再来推荐大家的书单，这3本都是我今年阅读的很多的书当中，我精选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3本。首先想要推荐大家，我觉得必人生必看这个《僧人心态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做的这个重点笔记就知道，它真的对我来说是那种年度书籍。这个作者呢，他很特别，是他原本是在职场上工作一个非常事业有成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去修炼的僧侣，他又从僧侣的身份回到了职场，然后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讲家。他在2020年被选为10大影响人物，他也被说为是数位心灵导师。他的影片呢，最厉害的一支有4亿浏览次数，等于是相当多人都
透过他的演讲以及他的这个书籍，感受到就是他们的人生有所改变。他当然里面有非常多重要的概念，那我分享一个是做任何事情是为了活出你的人生的意图，而不是为了达成目标。但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意图是活出自己很热情的事物，那你就必须非常投入，充满热情，还有诚实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要达到某些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你没有想过，你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你需要吃多少的苦。这里面也讲很多关于爱人的感受，关于感恩，关于信任，关于各种我觉得人生你会觉得很困惑的事情，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答案。真的，这是年度书籍，姜老师最推荐。再来第二本呢，也是超多人看的，就是我刀枪不入。它偏向是一个传记类型的书，他在讲的是他要踏上他自己挑战人生极限、体力极限、心智极限的这些路程，他做了多少辛苦的事情。那看起来是相当的精彩。这个是陪伴我当时在开刀的时候的一本书籍。我每一次去做那个检查的时候，我会抱着这本书，想说让我自己平静一点点，因为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锻炼他自己的人生，他对他自己是极其严格以及极其变态的各种要求。你会觉得他已经超乎了人类所能承受的一个极限，但是他说，通常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其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只是我们在那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放弃了。但是同时也是要告诉各位说，我们身体当然有我们自己的极限，但是我们锻炼自己身体的极限之外，我们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，它其实也是一种可以变成越来越坚强，然后以及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一个领域。那这本书读起来是非常的顺愉快，你不能说一定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可以过着跟他相同的生活，可是你的心智锻炼，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看见哦，原来人类的极限是超乎你所想象的。不反应的练习，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推荐的。那他就是真的是一位僧侣所写的书，他是一个日本人，他是佛教僧侣，有东大明僧这个美名。不反应的练习，他这本也讲了非常多很重要的一些概念，例如说要如何学习不要这么多的激动的反应，我们要如何成为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，可以不被世俗的眼光所捆绑等等。这部书里面都有给大家很多的建议。他说比较呢是一种相当不合理的心理状态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是所谓的比较的这个心理作用一点都不实际，那是你自己虚幻的妄想。为什么？你跟别人比较这件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事情，根本不存在于真正的实际发生什么事情嘛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即使你比较了，你自己的状况会不会改变？不会改变，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很安心、很踏实，因为这个没有意义啊。就是比较的状况有什么办法改变？就是说，哦，他家拥有那台名车，就是我很羡慕，然后可是比较能怎么样？你没有拥有那台名车的这个事实会改变吗？不会改变，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三个原因是，如果你想要借由比较来得到安全感，那你就必须站在绝对完全有利的一个立场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永远都比较不完。假如说你觉得哦，我就是会赢他，所以我喜欢跟他比较，因为我就是比他厉害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永远比不完，永远有人比你厉害，所以应该要更专注的是自己能够做的一些调整，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而不是活在这个比较当中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概念，这本书也是相当的受用，推荐给大家。那这一次呢，2024姜老师的爱用品以及疗愈的这个清单，希望对大家来说有帮助。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年你自己回顾了今年一整年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非常喜欢、非常受用的一些小物或者是一本书等等的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。拜拜。看一看我的脸，现在颜色是这样子哦。我等下涂完会变妹子，你会认不出来哦。我让看一下。